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我会记录制作开源大气水发生器的过程，边做边拍，不定期更新。上期介绍了大气水发生器的需求和原理，这一期来看看一个初始的实现。设计将会开源在 GitHub。上期提到，这个设备整体是个管道的结构，我们就用现成的塑料水管来做。PVC 管的各种大小都有标准，很适合用来做原型。我去买 PVC 管的时候，正好遇到缺货，就买了 ABS 的。两者功能上没有区别，只是管壁厚度可能不同。全套都用 ABS 就能都连在一起了。这里用的是 1/2英寸的 ABS 管，每一条壁25厘米左右，一端接1/2转2英寸的转接头，用来容纳风扇，另一端接60度的转角接头，再接上一段4厘米左右的管子，连到 T 型接头。ABS 管用切割工具切断之后，需要用砂纸打磨切口，去除表面的碎屑和毛刺。整个 Y 型结构用现成的水管夹具固定在纸板做成的背板上。对，包装箱的纸板也是个很好的原型材料。左右固定2个1/2寸的细 PVC 管作为撑脚。T 型口向下的地方用一个小瓶子收集提取出来的水。上期说过，在入口处需要有风扇来吸入和排出空气。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，1/2转2英寸的转接头太短了，空间不够安装风扇电机，所以这里小改一下设计，用纸板卷成2英寸直径的直筒，给这一段加一节，剪4条铁丝，弯成这样的形状，拧到电机上作为支架，直筒四周钻孔，并切一道缝，电机支架就这么卡进去，电线也从孔里透出来，装上叶片就完成了。铁丝支架的强度超过预期，特别稳。再来看这个交换器，这里用现成的冰箱冷凝铜管，在一个3/4英寸的 PVC 管上缠绕制成。这个圈的作用是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用螺丝穿过去来固定，底部也可以用来固定。这条冷凝管原先有3米长，卷成这样就剩下20厘米了，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忠告，不要卷，卷会变矬。热交换器需要通过管道接入循环系统，为了方便弯曲，我用了很细的冷凝铜管，外径大约是1/8英寸，但是水泵、水块、水箱用的都是8毫米的口径。我们只能用个内径16/5寸的管子，经过一个16/5到16/3的转接头，接到一个内径16/3寸的管子上，但是16/3寸还是大，所以需要在铜管外面缠上厚厚一层防水胶带，再接到水管，保证两者可以紧密接触。管子的两端都要用夹具夹住，防止漏水。这部分需要单独做水密测试。在管子上开2个槽，末端需要用钻头打出45度的倒角，铜管就能装进去，盖上转接头固定。我们继续用纸板来做支架，水箱要在背板顶端最高的位置，比热交换器的入口和水泵还要高，这样就能像水塔一样，充分利用水的重力来提供压力。下面一层，左右两边是水泵的地方，水泵通过一个螺丝固定在底面，中间一格，用2个水块把制冷片夹在中间。在购买原件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容易买到的方形水块都是40×40毫米的，所以用了40×40毫米的制冷片。制冷片的两面都要涂上导热硅胶。注意，纸板的精度很低，厚薄不均，需要留出1毫米左右的容差。水管从水箱出口连到水泵入口，水泵出口连到水块入口，水块出口连到热交换器入口，热交换器出口连回水箱入口。这块区域似乎很拥挤，以后的迭代可以改成从侧面连接水管。最后看电的部分，水泵是12伏，制冷片是12伏，所以如果风扇电机也是12伏，就都能用一套电压，功率还是希望越小越好。前面说过，制冷片是40×40毫米的，这个大小，功率最低的型号是23瓦，只有30×30毫米的有15瓦的版本，但是那样又和水块不匹配了。水泵是3.6瓦，两个就是7.2瓦。我买的电机偏偏有点太猛，12伏的时候可以到6500 RPM， 将近 1.5瓦的功率。装上之后就不是大气水发生器了，直接成了无人机，起飞啊！5伏的话，转速在2500 RPM， 0.5瓦的功率，反而更合适。我们对气流的速度要求并不高，用5伏没问题。
不过因此我们也会需要两组电压，12伏和5伏。至于温控电路，这次迭代也可以先不做成自动的，用个手动开关就行。这个迭代先粗略设计一个。上期说过，制冷片两面的温差大约在70度，这个是不能调整的，我们只能通过给不给它电来控制温差。这个温控电路的目标是，当温度降至 T1 的时候切断制冷片，当温度升高到 T2 的时候启动制冷片，其中 T2 大于 T1， 这能让冷端一直保持在一个范围内，又不会非常频繁的启动关闭制冷片。要测温度，肯定是要用一个热敏电阻贴在冷循环的热交换器上。热敏电阻分为 PTC 和 NTC 两种，分别表示温度越高电阻越小或者越大。NTC 比较常见，这里也选 NTC 的。把它和一个电阻和一个可调电阻串联，那么可调电阻的值一定， A 点的电压就和温度有关，温度越高电压越高。接着可以用 LM393 电压比较器把 A 点的电压和一个参考电压做比较，如果 A 点电压高，输出接地，否则开路。不过这个比较只是一个单一的值比较，能解决 T1 但不能解决 T2。这里通过加一个反馈电阻，让参考电压在下降的时候和上升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值，再加两个电容，让电压平缓变化。这就用模拟电路完成了刚才说的范围逻辑控制。输出接到一个 P-channel 的 MOSFET， 上级接地的时候给制冷片通电。这么设计，只有在闭合的时候有些许功耗，断开的时候完全没有电流流过。这个 LED 也不是必须的，只是比较方便查看制冷片是否启动。LM393 在5伏的时候，最大功耗是 0.005 瓦，加上周边电路的功耗，这个温控不会超过 0.2 瓦。因为需要12伏和5伏两套电压，而且12伏的功率大，我们就需要从单一的12伏输入降压得到5伏的。如果通过线性稳压器7805转成5伏，效率只有 42%。而用开关稳压器 R78E 5.0-0.5 则可以到 93%， 所以5伏的部分一共耗费 0.2 加 0.5 加 0.5 除 93%， 将近 1.3 瓦，总功率是24加 7.2 加 1.3， 不到33瓦。不过这也只是峰值了，制冷片大部分时候应该是不工作的，平均功耗小得多，这部分先这样。不过作为第一次迭代，实际上可以弄得更简单。我用旧电脑的电源加上一块开关板，得到12伏和5伏两组电源，直接用就是了。下次迭代再来改进这些。至于空气过滤和水过滤，也在后面的迭代再说。就这样，大气水发生器的整体结构出来了。这次迭代只完成了冷循环，下一次会在此基础上把一些改进放到热循环那边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